前一秒我还是风光无限的国内知名水产大亨，下一秒竟然重生到了1998年的东北边境北湖屯。开局不仅背上了100万的债务，催手公司还要收走我唯一的破烂土房和渔船，把我赶去冰天雪地里等死。就在我被逼到冰湖边走投无路时，水产奇侦情报系统觉醒了！想跑，给我按住他！站住！这是薄冰区，再往前走一步，咱们就一起死！韩征，你他妈疯了！为了这点破钱，不要命了？我的命不值钱，但你雷横的命金贵。我给你个方案，签个补充协议，3天之内我先还你20万。要是做不到，这房子、渔船，连带我这条命，你随便拿走。但你现在要是逼我，我往下一跳，100万彻底没了，你还得背上人命官司。好小子，有种！我就给你3天时间，3天后见不到20万，老子把你剁了喂狗！丁，深水奇侦情报系统已觉醒，北湖屯东侧800的水冰窟监测到罕见极品野生大白鱼群。征哥，征哥，我听说雷横来堵你了，你没事吧？我家里还有200块钱，你先拿着去镇上躲躲。哼，向阳，我不走，拿上家伙跟我走。去哪儿啊，征哥？这大冷天的。去东边死水冰窟，捞咱们发家的第1桶金。征哥，你疯了！那地方全是水下暗流和废弃渔网，是咱们村的水下坟场，去那儿打冰也会没命的。信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水下金库。郑哥，水底下有水猴子，他的眼睛在发光，他要上来抓替死鬼了。什么水猴子？平时少听村口那些瞎老头扯淡，这是水下鱼群密度极高，大量的鱼鳞折射出的微光，底下不是水猴子，是一座天然的白金金库。韩家那小子是不是被雷横逼债逼疯了，跑死水冰窟来打眼儿？这底下全是乱石和当年队里不要的破网，别说鱼了，王八都不往这儿钻，网必破。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冻坏了脑子哟。征哥，真下呀！这网要是挂底破了，咱俩连最后一点念想都没了。别废话，放线，顺着暗流往左偏30度，起网！我操，征哥拉不动，水底下有牛！别死拽，用巧劲溜它！这是纯野生的极品冷水大白鱼，这么大个头，还这么密集，这起码得有上千斤啊！发财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破路耽误了明天的大宴，我拿什么回去交差呀？看好网，我去会会财神爷。老板，车陷了，要帮忙吗？去，没空搭理你，赶紧叫你们村的拖拉机来，我出100块。拖拉机我能叫，不过我看老板你眉头紧锁，怕是不光因为车陷了吧？车里备着活水保温箱和增氧泵，又是省城牌照。如果我没猜错，你是省城大酒楼的采购，急需一批镇得住场子的顶级野货办特色宴。你个村里打鱼的，怎么知道的？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这刚出水了一批极品冷水大白鱼，纯野生。刚出水就自然速冻，品质绝佳，你要不要看看？大白鱼真的假的？尝尝，这口感，肉质紧实，没有一丝泥腥味，入口即化，绝了！这批货我全要了，爽快！1000多斤极品货色，打包价25万现金，少1分不卖。成交！我车后备箱就有准备收货的现金，你帮我把车弄出来，货装车，钱你拿走。向阳，走，回村。给我砸！那小子肯定跑路了，把破房子里值钱的物件全给我搬走，拿去抵债。雷哥，这就等不及了，不是说好3天吗？呸！老子改主意了，你个穷光蛋，3天能变出20万，今天我就把房子收了，免得你夜长梦多跑路。韩先生，根据法律规定，这里是20万整，点点吧，雷哥。
你哪来这么多钱？你抢银行了？这是我合法赚来的第一笔钱，律师在这儿，手续合规，首期我还了，拿着钱滚出我家。算你小子走运，还有80万，我看你下次拿什么还？哼！丁，情报已更新，雪湖老湾水域监测到极寒野生银鱼群出没。极寒野生银鱼，这在98年高端市场可是供不应求。征哥，这是哪个缺德带冒烟的干的？把这些带刺的玩意儿沉下去，咱们一网撒下去，非得挂底4个稀巴烂不可。这网一破，咱们就全完了。野生银鱼极其敏感，遭到这种破坏，它们绝对不会再待在原地。走，带上家伙，跟我去那边。哟，韩大少爷在这儿忙活啥呢？怎么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下网了？老湾那边可真是出鱼的好地方，可惜呀，听说底下不知道被谁扔了铁丝网。你韩老板有本事怎么不去那边捞啊？非在这死水区浪费力气。郑哥，就是他搞的鬼！别理狗叫，下网。行，我今天就坐这儿看着。你要是能在这破地方捞出一条银鱼，老子把这冰面舔干净。起网！郑哥，拉不动，水底下有牛，别死拽，用巧劲溜它。给我出水！征哥，我到现在心还在嗓子眼跳。那郑老总真痛快啊！10万块现金说给就给，连眉都不带皱一下的。这点钱就把你吓到了。走，去供销社和渔具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钱得花在刀刃上。老板，拿一捆你们这最粗的抗冻尼龙网绳，配特制铅坠的深水破冰网，也给我来一套新的。哎呦，韩老板，您现在可是名人啊！不过我这深水破冰网可便宜，里面加了钢丝的，一套得大几百呢。钱不是问题，全拿最好的。郑哥，这网真结实，就算水底下拉头牛都没问题，咱这回真是鸟枪换炮了。结实就行，扛上网，回村干大活。七哥，这字儿写的真霸气，4人承包，严禁靠近。借那小子10个胆子，他也不敢再往深水区走一步。哼，这2天让他出了风头，他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齐万里，你放什么连环屁呢？那深水区常年刮白毛风，根本没人敢去。什么时候成你家承包的了？你这是明抢！韩征，你给我听好了，这整个滨湖的深水区，当年可是我爹以村委员名义签了字承包下来的。以前懒得管你们，现在这地方归我了。你再敢往深水区踏一步，我打断你的腿！丁，红色预警情报触发，在滨湖深水区中心点，出没体长超过2米，极度凶猛，请宿主谨慎捕捞。郑哥，你怎么了？真被他唬住了，咱大不了换个地方下网。向阳，你知道野生黑斑狗鱼吗？啥玩意儿？水底下那霸王那可是吃人的猛蛀，村里老人都说遇上了得绕道走。体长2米的猛物，一条拿到城里的高端市场，至少能卖10几万。就在前面深水区中心，10几万，那还等个皮呀！齐万里，这深水区我还是去定了，你就在冰面上拦着我，看你能不能拦得住。扛上家伙，走！给你脸了是吧？兄弟们，抄家伙，开雪地摩托追，今天非把他背在冰面上不可！姓韩的，老子今天弄死你！郑哥，他们开摩托来了，跑不过呀！别慌，这是薄冰区，跟着我的脚印走，一步都别错，撞死他！哎呦，我的腿啊！我说过了，这深水区你拦不住我。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就是这儿了，眨眼。救人！郑哥，你疯了，下去了会没命的。放手，那是条人命。绳子我攥紧了，你拍3下绳，我就往上拉。给老子上来！
哥，快出来，网拉不动了，水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拽。哥，不行了，这玩意儿劲儿太大了，要把我拽下去了。别硬拉，放绳，溜他。跟我指挥，他力气一松，我们就松半米，我们就往回扯1米，消耗他的体力，别让他借上力。就是现在起网！我的亲娘老子，这是龙王爷的坐骑吧？英哥，有好东西，带兄弟们来深水区，多带点人，带家伙。这里有条能卖天价的神鱼。您看，英哥，就是这玩意儿。这要是卖给省城的大老板，少说能换一套楼房。小子，识相的自己滚蛋，要不然今天这冰窟窿就是你的坟头。郑哥，你先走，我跟他们拼了。7万里的承包合同早到期了，这片水域现在是公家的，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想明抢？抢你又怎么着？在北湖队，英哥的话就是王法，给我打断他的腿！哟呵，哪来的小瘪三？拿个塑料玩具装什么大尾巴狼，还想摇人？喂，张叔。我在东北边境的冰原被人拿铁棍指着头，3分钟，我要这个镇上所有的混混全给我跪下！这小子是不是在冰水里把脑子冻坏了？天王老子吗？老子今天就先让你跪下！喂，老大，我想……你想死别连累老子，那是霍家。英哥，你这是干啥呀？瞎了你的狗眼，连洪少都敢惹，你想害死老子？霍少，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把我们个屁放了吧！滚！我们这就滚！兄弟，我叫霍云亭，今天要是没你，我这条命就交代在水里了。举手之劳，我每年专程往东北边境湖区跑，就想寻一条够分量的冷水真鱼给老爷子祝寿。这种活了10几年、过30斤的巨型老黑斑狗鱼，我寻访3年都没见着活物，大多酒楼只有冷冻货。今天算是开眼了，就是我想要找的寿礼。这条鱼我要了，这是80万支票。雷恒，80万一分不少给你了。丁，紫色级别情报更新，湖心魔鬼兵猎带发现百年野生巨蚌群，得去市里搞潜水设备。二哥，我求求你，借我2万块钱应应急，楠楠的手术不再拖了，等我发了工资立刻还你。程海，不是二哥不帮你，你嫂子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那破船厂都快靠闭了，你拿什么还？陆先生，5万块手术费如果今再交不上，我们要给其他病人腾床位了。老陆，钱是我手下最得力的远洋船长，这钱我替他交了。护士同志，点钱，立刻安排手术。这种抗压结构和洋流利用法，国内根本没这技术。老板，谢谢，您是干什么的？别问那么多，钱算我借你的，用工资抵。现在带我去市里最大的2手重型车厂。好，老板，从今天起，我这条命就是你的。老板，那就是全省唯一一辆极品履带雪地车。但我看情况不对。干什么呢你们？哟，哼，这不是陆船长吗？怎么借到钱给女儿续命了？今天这车，你可开不走！庞云山，这车我昨天就跟车厂老板谈好了价钱，定金都交了，你凭什么扣车？凭什么？凭老子是这片的规矩。车厂老板欠我钱，这车现在归我了。你想买？行啊，昨天谈的8万是吧？今天16万，少一个子儿，你们俩今天都得躺着出去，我弄死你啊！老陆，退下，16万可以，不过你这辆车的取代转斗轴主齿轮用的是翻新的劣质轴承，只要在零下30度的冰面上跑超过3个小时，转斗轴必断。到那时候出现事故，这笔账算谁的？你他妈少吓唬老子！老子不懂修车，只认钱。不懂修车没关系，走私不陌生吧？这台大马力发动机连出厂牌都被磨平了，典型的远洋货轮走私切线货。只要我一个电话，你这整个车厂都得被查封。到那时候，怕是有人要进号子里去了。这位老板，您是道上的哪位神仙？我谁你不用知道，这车8万，我们1分不加。另外，把库房里那一套重型破冰钻头给我，算是你对转斗轴按兵的补偿。有意没？赶紧的，给老板装钻头。老板，你刚才那气场，简直比我们远洋船长还能镇得住场子。
不过老板，咱们去魔鬼兵猎带，还得防着点那伙电鱼帮。那帮孙子搞了超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专门在冰面上打眼放高压电，要钱不要命。咱们这铁家伙过去，怕是容易吃亏。电鱼帮，今天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重装碾压。操！这帮断子绝孙的畜生，这么大功率的高压电，连鱼卵都得被电熟了，这是要把这片湖绝口啊！不仅破坏生态，在这满是裂缝的薄冰区放高压电，周围一旦有人路过，瞬间就会被电成焦炭。坐稳了，系好安全带。老板，你要干啥？他们人多，手里还有家伙。除害！妈的！哪儿来的疯子？拿鱼叉给我炸，把玻璃给我砸穿！大爷的，干坏老子的好事！撵过去！别动，谁动谁掉下去喂鱼。哥，老陆说这帮祸害总算被一网打尽了，看他们以后还怎么在北湖屯撒野。向阳，去把车后备箱的下水证热被搬出来，咱们准备干正事儿。老板，恶人清了，该咱们下水寻宝了。老板拉我一把，下面是个巨无霸蚌窝，我的乖乖，这是成精了吧？这成色，难怪能惊动系统的紫色预警。冰魄紫珠，我跑了10几年远洋，只在老一辈的传说里听说过呀。这就是海神爷给的命啊，哥，这得值多少钱啊？能换10台桑塔当不？10台桑塔当，这东西要是遇到懂行的，能换1座大酒楼了。这宝贝一出世，世上可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咱们得赶紧找路子脱手。有人举报你在魔鬼冰猎带捞出了绝世宝贝，那片水域是村里的，这东西属于村集体财产，你必须得上交。放你娘的屁！我隔壁楼上来的东西，凭什么给你？韩征，别说叔不照顾你，这200块钱算村里给你的辛苦费和饮料费。把那颗紫珠交出来，今天这事儿就算平了，要不然我不仅要没收，还得让派出所抓你个盗窃集体财产的罪名。200块买冰魄紫珠，你做梦娶媳妇儿想得倒挺美啊！真是财迷心窍，看清楚了再说话。这不可能！你哪来的承包合同？忘了告诉你，那天我救的那个人叫霍云亭，人家不仅给了我80万纸钞，还顺手帮我把这片水域的刚发开发全拿下来了。这份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整个滨湖深水区包括魔鬼冰猎带，现在都是我韩城的刚发承包地。还有这张省渔政颁发的特种水产保护性采摘许可证，我捞着巨蚌合法合规。你刚才说什么？没收？那是抢劫他人合法私有财产，金额巨大，够你在这冰窟窿里蹲一辈子大牢。你什么你？合同在这儿，谁敢再往前迈一步，老子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算到防卫。好你个韩征，你翅膀硬了，咱们走着瞧。老板，就这么放他们走了？这地方水浅王八多，齐万里和齐有才这种人就像苍蝇一样，虽然咬不死人，但恶心人。而且冰魄紫珠这种级别的奇珍，留在这穷乡僻壤，根本卖不出它应有的天价。收拾东西，向阳留下来看家，继续用雪地车在浅水区下网。老陆，带上紫珠，跟我去省城。省城？对，去省城最顶级的本土物产商会，我要用这颗珠子彻底敲开上层圈子的大门。哪来的2个土鳖，一身的臭鱼烂虾味儿？这位同志，如果你真有好货，可以拿出来登记；如果只是来捣乱的，我也不好保你。顾教授，跟这2个土鳖废什么话？他们能出什么好货？咱们别在这耽误时间了，直接去顶层的贵宾室慢慢谈。我已经让人备好了上等的龙井。万主管，我是商会请来的检测顾问，不是来喝茶的。有没有好货，我说了算。专家是吧？那就请您长长眼。极衡水域100年老蚌孕育，纹理天成，紫韵流光，这是极为罕见的天然冰魄紫珠绝品啊！什么绝品？我看就是个头大点。本少爷今天心情好，50万，这珠子我收了。万少，你连极寒珍珠的自然生长纹理都看不懂，开口就是50万。我看你不仅不配做水产生意，连当个棒头都不够格。你敢骂我？信不信今天这珠子你卖不出去1分钱？各位，天然绝品冰魄紫珠
底价100万，价高者得。110万，150万，这珠子我要定了，拿去港城能翻倍。300万，小兄弟，这珠子我要了，当场现金支票结账。韩先生，你对极寒水产的了解很深，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农大做个讲座？顾教授客气了，我就是个粗人，讲座就算了，以后要是有不懂的，还得向您请教。姓韩的，你别得意，在北省的水产业，我万家是天。你今天落了我的面子，我保证你以后在省寸步难行，连根虾米都卖不出。是吗？那你就睁大眼看着，天是怎么塌下来的。丁，新地图开启，黄海湾岸郊区有极品野生辽参巢穴。老板，咱们现在去哪儿？把钱存银行吗？存什么银行？走老路。咱们南下黄海湾去买大船，内陆的湖泊已经容不下我了，我要去真正的海里捞金。老板，邪门了！码头上那些常年找活的船员，一听是咱们苍阳号招人，全躲得远远的。我打听了一下，是万志豪搞的。向阳，去找块大木板，写工资翻倍。来走，新牛向阳，这边30多号名额，出海有奖金，快点快点！韩老板，不介意我以科研顾问的身份搭个顺风船吧？求之不得。这姓韩的疯了吧？看航向是奔着鬼剑坝暗礁风浪区去的，纯粹是找死。那地方连老渔民都不敢，纯粹都不可。老板，底下暗流太激了，偏航严重，这地方根本没法下网啊！韩征，这里生态环境虽然原始，但作业风险太高了，要不我们退出去？稳住，听我指令，左满舵，避开前面的上升流，前进3，穿过那2块礁石的缝隙。就是现在，下重型底拖网。我的老天爷，这得是长了10几年的野货啊！这种品相的野生辽参在近海早就绝迹了。你是怎么准确找到这里的？左前方，继续下网。今天谁敢收他韩征的货，就是跟我万家作对。我保证他在黄海湾混不下去。韩征，我早说过，没有我万家点头，海参1斤都卖不。我保证你在黄海混不下去。是吗？那你就睁大眼看着，天是怎么塌下来的。这大热天的，我倒看你能把这些海参捂到什么时候变臭。万大少，你是不是觉得这会儿除了你们这些2道贩子，我就找不到别的买家了？装，你接着装。这年头谁不知道海鲜得靠我们商会分销？你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掌心。向阳，把人请出来吧。你干什么？为什么要找电视台的人？这位是省台收视率最高的名人线栏目的首席记者陈大记者。你不是不让本地买我的货吗？那我就直接卖给全省、全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在站这艘满载极品野生辽参的渔船上，此刻却因为某些地方势力的恶意垄断，面临着滞销的困境。我是省专大的顾清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批野生辽参的营养价值和品质是近10年来在黄海湾见过最顶级的，完全达到了特供标准。别拍了，把机器给我关了！你动一下试试。这是一起因恶性瓜分市场而实施的线下垄断，这些极品野生辽参正在等待真正识货的买家。喂，我是京城老莫酒楼的采购，电视上那种极品辽参还有吗？我包了，价格好说。好，我是沪上和平饭店的，给我留500斤，我现在就派车过去。管够，没问题。韩老板，辽参参是不错，但我们马上要办个顶级贵宾宴，你手里有没有更能镇得住场子的活物？比如锦绣龙虾。丁，紧急情报更新，黄海湾以密洋流处发现极品锦绣龙虾群。万志豪，接下来
我要让你连喝汤的资格都没有。莫哥，出事了！出港的公路上被几辆拉满沙土的大卡车横着给堵死了。他们借口说车坏了要修路，实际上我认的那几个领头的全都是万只靠平时养的人。咱们的冷藏车根本出不去，硬闯的话肯定会起冲突。莫哥，要不我带兄弟们拿上家伙去把路清了？胡闹！法治社会，谁先动手谁就输了。万志豪巴不得咱们去，好让治安队的人把咱们全抓进去。对付这种土财，用不着咱们自己脏手。万志豪，这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把特制的冰袋保温箱搬出来，立刻打包。这是国家龙油特快专队，车上运的是航空舰，你们敢拦龙油车辆，想进去吃几年牢饭，给我把路让开！韩征，我看你到底有多少钱能烧！通知下去，万家所有海参捆架直接腰斩！我要在高端市场开启价格战，耗死他！韩征，万志豪这是疯了，杀敌1000自损500啊！现在市场上的客户都在观望，咱们的辽参要是跟着降价，这半个月就算白干了。他愿意做亏本买卖就让他去做，咱们的高端客户要的是品质和牌面，不是便宜货。通知冷库，海参暂缓出货。那种从容是建立在对局势绝对把控之上泥巴战。咱们跟不跟他打这场？情报等级不足，权限受限。高阶探测系统激活，全权限解锁，特级稀有情报专属播报启动。紧急情报更新：黄海湾西南方向80海里，隐秘洋流交汇处，探测到高密度极品锦绣龙虾野生种群，品级顶级。在98年，锦绣龙虾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老陆，通知所有船员立刻登船，目标西南80海里。老板，这出什么事了？废话，去抓大货。老陆，避开外围暗流，切进那道隐秘长流。老板，雷达显示下面地形太复杂了，这网要是挂底，咱们这趟可就赔到姥姥家了。挂不了，听我的，就在前面那道水棱下网。下网！起网！老板，绞盘不对劲，吃力太大了，液压机都快冒烟了，地下的东西沉得邪乎。稳住转速，别硬拽，顺着水流的劲儿，一点点往上提。我操，这是什么玩意儿？成精了吧！老天啊，我跑了半辈子船，也没见过这么密集锦绣龙虾群，这花色，这个头。别愣着了，全部分拣进独立活水舱，小心别弄断了触须。老板，我这就去联系本地的收购商，这批货绝对能把万志豪的脸打硬。找本地人干什么？他们吃不下这批货。喂，张总，我韩征，手里刚上了一批尖货，锦绣龙虾。韩老板，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现在哪儿还有什么正宗的锦绣龙虾？有也是指甲盖大小，带头尾超过1米，外壳蓝紫交叉，活蹦乱跳的，一共30多只。1米？老弟，你没开玩笑？你现在在哪儿？货千万别动，一只我出1万，不2万，我全包了。张总，这可不巧了，刚才李总也打了电话。3万，我马上安排财务给你打定金。老弟，你可千万给我留着，这可是能镇店之宝的神仙虾呀！没问题。韩征，大规模野生大黄鱼，密度极高，预计3日后到达核心角点。野生大黄鱼，那可是真正海中金条。老陆，立刻加满燃油，备足冰块，全速南下舟群海域，加强戒备，防止有人使坏。韩征，你以为大海是你家开的？这次在公海上，我看谁还能救你！老板，万家的船跟上来了，他们的航速比我们快，而且是在河围。韩征，马上给我停船！在黄蓝号我动不了你，到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海，我看你这艘破船能往哪儿跑！老陆，切断常规声呐和雷达，全船实行灯火管制，保持无线电寂寞。老板，前面可是著名的危险海域乱石流啊，水下暗礁密布，暗流能把船底给撕了。没有雷达导航，咱们这是在玩命。按我说的坐标走，左满舵15度，保持航速。全速追上去，别管什么乱石流，他的大船能过，我们的中型船更能过。撞了，绳断了，网没了。万少，海里的风浪大，您就在这儿慢慢吹吧。
老陆，下特制深水围网，动作一定要轻，一定要快。收到，准备下网。老板，底下到底是什么货？这黑灯瞎火的，能有大鱼吗？闭嘴，看着就行。收网，全功率拉升脚轮。我的老天爷，这重量，底下挂着一艘潜艇吗？大黄鱼，全是极品野生大黄鱼！大黄鱼发财了，我们发财了，我们发财了！前面的渔船立刻停机抛锚，接受检查。老板，安全部门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片荒海？这还用想？肯定是万志豪狗急跳墙了。谁是船长？我是老板韩征。同志，有什么指示？我们接到10名举报，说你们为了谋取暴利，在回游海域使用严令禁止的超小网眼绝户网进行非法捕捞。韩征，绝户网破坏海洋生态，如果查实，你这满船的鱼不仅要没收，你还得进去蹲几年。谁举报的？是不是万家那个王八蛋？他们自己传沉了，就来咬我们！想要闭嘴！陈科长，我们一直遵纪守法，网就在那儿，你们大可以拿尺子去量。科长，网眼尺寸在65毫米以上，完全符合国家远洋与近海捕捞的法定标准，不是绝树网。既然不是绝树网，那你们是怎么在夜间精准找到大黄鱼群的？没有声呐盲开，这不合常理。领导您好，我们能找到鱼群，靠的不是破坏性声呐，而是洋流分析与温跃层数据。这是我们一路上的来回捕捞数据，您可以随时带回去核查。陈科长，这是处于产卵期的母鱼，大自然的馈赠，我们只取该取的。袋子的母鱼，我韩征一条不留。绝湖的事，我不屑干。韩老板，我收回刚才的怀疑。现在的商界，像你这样既守法又懂生态保护的年轻企业家太难得了。你放心，你们不仅没有嫌疑，我回去还要向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如实汇报，把你们树立成咱们省生态捕捞的正面典型。老板，韩老板回来了！韩老板，我出300块1斤，我要500斤。去你的300块，我出350。韩老板，只要是好货，我全包了。韩征，全部清点完毕，扣除人员奖金和邮费成本，这趟出海我们净赚了2100万。老板，咱们现在有这么多钱了，接下来干啥？再买几条大船吗？不，出海捕捞只是第一步，我要砸钱在沿海建立国内最先进的活体海鲜冷链仓储中心，1500万。不到半个月，我投资1500万的仓储中心即将落地运转。韩征，你以为建个冷筐就能压死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冷窟制冷核心区存在人为破坏隐患，危及宿主核心资产。向阳、老陆，有人搞破坏，立刻带上几个最可靠的安保兄弟，别开灯，从后门摸进机房，给我抓活的。别动，把手举起来！放开我！老六，几万块钱就买你一条命和这么多兄弟的饭碗，你这账算的可真不精啊！韩老板，我错了，是万朝让文正曹逼我的，他给了我10万块钱，我这有录音磁带，我为了防他一手，偷偷录下来的。老板，这王八蛋太毒了，我这就把他交给相关行业安全管理部门，让万志豪进去蹲大牢。慢着。录音带只能算辅助证据，万家根深蒂固，随便找个手下顶包说是个人行为，万志宏顶多进去喝几天茶就出来了。那咱们怎么办？把这盘磁带复制10份，明天一早派人把录音亲自送到万家老爷子的桌子上，告诉万家，想保住他们的大少爷不蹲安全拘留所，3天之内把万家手里所有的高端酒店供货协议和省道运输渠道全部无偿转让给我。3天后，万家迫于铁证的压力，屈辱地签下了转让协议。
至此，我的商业壁垒彻底建成，整个北方的海产市场，我韩征说了算。按军级情报，南部深海密礁发现明清时期沉船遗迹，半生极品红山群。真正的大场面才刚刚开始。老陆，向阳，看海图，我们下一站去这里。老板，这可是南部深海区，那地方是真正的深渊海域，稍有不慎就是船毁人亡。咱们在渤海湾的经验，在那边可不管用啊。风险大，利润才大。我有绝对可靠的情报，这个坐标底下有一艘明清时期的古沉船，周围还伴生着极品红珊瑚群。明清沉船，红珊瑚，哥，那随便一件都得在古董市场掀起惊涛骇浪啊！这是破天的富贵啊！老板，这就是您砸了8位数，托关系从国外重金弄回来的深海潜航器和高精度声呐。没错，从今天起，玉海号就不再是普通的拖网轮了，它是一艘具备深海作业能力的综合打捞船，是我们移动的海上堡垒。韩征，去南部深海这么大的事，怎么不通知我？顾大专家，那地方太危险了，风浪可不认人。深海打捞不仅是捞钱，更涉及海洋生态保护和极具价值的文物发掘，我必须去。求之不得，欢迎登船，顾大专家。老板，运气不错啊，这海况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我还以为南部海域有多吓人呢，这不挺顺的吗？可能这好运是顾大教授带来的吧。走，我们准备下潜。下潜。压力数值开始增加，咱们离目标沉船点还有多远？还有50米，准备调整姿态。灯光全开，锁定海底坐标。天哪，这是明清时期的浮船缝制。韩征，我们发现了历史，这些红珊瑚和瓷器简直是无价之宝。那只平底的款迹清晰可见，竟然是明朝官窑的精品。得小心回收，这泥沙层里应该还有更多。咱们这次收获不小。这次下潜的数据非常完美，这些文物的价值远超预期。辛苦了，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全速返航。老板，出事了！雷达上突然窜出来一艘没有信号的黑船，正全速直奔咱们来了。老板，3种方向，有艘黑船速度极快，直奔咱们来了。小杨，叫兄弟们拿家伙。是南部海用的黑恶打捞团伙海狼。老板，这些家伙全是亡命徒，他们杀人不眨眼。老板，这帮人是职业吃黑的，专门抢民间打捞船，落到他们手里，连人带船都得被抢空。老板，咱们的安保只有防爆设备，他们连重型鱼叉枪和飞爪都亮出来了，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推到极限，能跑多远跑多远吧。安全第一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逃！老陆，你忘了咱们在重工船厂升级的时候，我在吃水线位置加了什么？破冰级的特种钢防撞脚。那玩意儿能撞碎冰山，还怕它一艘破小艇？全员抓紧固定物。老陆，给我把油门推到底，满舵，直接给我撞上去！航网走好，工程分。坐稳了，老板！老子今天就教教这帮杂碎，什么叫海上的规矩！老大，他们没减速，他们撞过来了！韩征，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吧？他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对付这种不遵守规则，甚至妄图破坏海上作业秩序的人，就得用雷霆手段。心软，受损的只会是我们自己的合法利益。韩老板，你这船够硬的啊！这伙黑恶分子，我们盯了他们3个月了，没想到今天栽在你手里了，干得漂亮！老板，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全速返航，凯旋。韩老板，听说你在南部深海捞着真假呀？明
明清的官窑瓷器，我出500万包圆了。500万你也拿得出手？韩老板，我出800万现金，现在就转账。诸位老板，这趟深海作业确实捞上来了点东西，但不好意思，这些明清官窑瓷器我一件都不卖。韩老板，价格低，咱们可以再商量啊！1000万，1000万行不行？这不是钱的事，这些瓷器沉睡在海底几百年，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见证，是宝贵的财富。私自买卖珍贵文物，我韩征不仅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更不想触碰法律的红线。把行业里的安全文物管理人员请上来。我代表全体船员，将本次打捞出水的所有明清古董无偿捐赠给安全相关文物保护部门。这极品红珊瑚也是价值连城啊！万家的声誉在业内一落千丈，资金流全面枯竭，各路合作伙伴也纷纷堵上门要求退款，资金链断裂，销售渠道全面崩溃。万家庞大水产帝国在1个月内分崩离析，由于经营不善，已陷入全面停摆，濒临退出市场清算。韩征，你毁了我的一切，毁了我们万家，我活不了，你也别想好过，大家一起死。别动，把手举起来！万大少，大半夜的来我这儿玩火，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一起死啊！通知安全管理部门吧，蓄意破坏，企图破坏重点企业生产设施，这罪名足够他在里面反省后半辈子了。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韩总，这是下个月出口国外的极品海参配额计划，需要您签字。顾青怡，海里的钱赚够了，这城市的风景我也看腻了。你的意思是？收拾行李，咱们回老家，是时候让那片生我的冰湖换个活法了。哥，还是这儿看着亲些。知道村里变样没？变不变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变好。小郑回来了，咱们村出大老板了！我就说你从小天庭饱满，是个干大事的料。7万里被抓了，在里面改造的挺好，还托我跟你问好呢。你看这大冷天的，赶紧去我家喝口热茶。我韩征回来了，这次回来我不走了。你要搞大面积开发，万一破坏了水质和周边植被，给多少钱我们都不批，除非你能拿出权威级生态专家的可行性评估报告。领导，我早就备好了。超前，太超前了！韩总，你不仅是个有良知的企业家，更是个有大格局的人。这字我签了，一路绿灯。工程进度推进的飞快，我没有大包大揽的搞剥削，而是把利益实打实分给了乡亲们。村里那些破败的房屋被工程队统一加固翻新，外墙做成了极具东北特色的木克隆风格，内部装上了最现代化的地暖和卫浴，摇身一变成为了高端雪景民宿。韩征，这大白鱼真能像你说的那么养？大爷，您放100个心，咱们不搞高密度养，生态网箱在生态供水，是用生态网箱在活水里圈养，喂的都是湖里的小鱼虾。你们几位老把式对水文最熟，全凭咱们的技术指导，1个月工资5000。5000，都精神点儿！是，夏阳哥。为了给顾青怡一个完美的求婚，我连她都瞒得牢牢的。这阵子我借口去省城开会，把她暂时支开，随后暗中花重金从哈市请来了全国最顶级的冰雕师大师团队。韩总，要在3天内完工，至少得200个熟练工日夜倒班啊！与此同时，我亲自飞了一趟南方，找到国内顶尖的珠宝工匠。这是天然的冰魄紫珠，还有这么大口径的深海极品红珊瑚。韩老板，这简直是无价之物啊！我要您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做成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钻戒。韩征同志，你不仅带动了地方经济，更守护了绿水青山，你是好样的。青衣，这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不仅这些，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想给你看。老板，陆叔，准备好了没？吉时已到，放！青衣，1年前，在这个冰湖边上，我背着巨额的债务，沟里连买个馒头的钱都没有，差点被那些不法催收的走投无路。那时候，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但我挺过来了。从冰湖里的第一网鱼，到黄海湾的拖网轮，再到深海的惊涛骇浪，我赚到了钱，赢得了尊重，打下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水产实业。这枚戒指代表着我的过去和现在，而你，就是我的未来。顾青怡，你愿意嫁给我，做这片瀚海生态家园的女主人吗？我愿意，韩征，我愿意。